苦楚之战第5章，新货接踵至。第5集，陈本夫派最忠诚下属，在港九红帮卧底的阿福护送严保慧，在香港沦陷前逃出九龙，闯广东广西沦陷区，在广东三水被扣留。严小姐，时间紧迫，不容犹豫，上海肯定回不去了，我派人送你去重庆。我也要回重庆，你到重庆后，我能照应你。他说，我哥哥姐姐和堂兄现在重庆做事。他说，就这么定了，你先回房收拾东西，今晚黄昏前后我派人去房间接你，你住几号房？陈本夫说333。他说，来接你的人名叫阿福，20多岁，就说是你雇的脚夫，记住暗号。阿福说法租界，你就打重生堂。他说记住了，陈先生。陈本夫说完匆匆离去。他安排在港九红帮卧底的军统特工阿福送保慧逃离九龙。他深知枪炮一响，秩序必乱，还没等日军打劫强奸，新界、九龙、香港大大小小的地头蛇就开始在街头巷尾抢占地盘，打家劫舍，强奸民女。因为港英巡警已经停止日常巡街，眼下情形恰印证那句话，最糟糕的政府也好过无政府。阿福背着行李，让保慧抓紧他的手臂，带他挤在逃难的人群里。陈本夫让阿福带一个不起眼的深色铺盖卷，把保慧的棕色牛皮旅行箱包在铺盖卷里，捆结实了。他的手提包在旅行箱里，大部分港币法币缝在内衣和鞋里，10几块银元和少量法币放在手提包里。陈本夫还让阿福带一大包烤烧饼和米饼当干粮。从九龙逃难的人群中，有很多是好不容易刚从重庆到香港避难，原想逃离重庆，躲避日军对陪都的无差别轰炸，不料前脚来香港，日军后脚就跟来了。保慧已换上农妇装并鞋子，他抓紧阿福的手臂，边走边想这2天突如其来发生的不测，感觉人生在世真是一场无尽的苦难，无论如何洁身自爱，也无法阻挡恶人的攻击。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安然抵达重庆，心里正纳闷时，想起徐永道在世时常告诫他的话，慧，假如战争爆发，你不能怕，记住箴言24章10节，你在患难的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无论遇到什么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就能渡过难关。他壮胆对自己说，严保慧，主必救你脱离诸般凶恶。同时他心里迫切祷告，主啊，我一切的事都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那要害我的人。他心里清楚，若非陈本夫派阿福护送，单身年轻女子很难独自逃出九龙，即便逃出来，也难闯过广东广西日军沦陷区，平安抵达重庆。陈本夫
派来护送他的阿福是他最忠诚的下属。就在阿福护送宝慧乘小船离开九龙的第2天，九龙尖沙咀、商铺、银行、民宅，还有存放码头货物的九龙仓被地痞歹徒抢劫一空，顺带强奸民女、杀人放火，与日军劣迹无异。英一大药房被海关扣押的那批美国进口磺胺药也被打劫殆尽。阿福带宝慧经水路到广东三水搭木炭车过关卡时，日军哨兵觉得宝慧的农妇衣着与她的气质神态出入甚大，身份可疑，就扣留了她和阿福。急难中，宝慧迫切祷告后，心中有了平安。她神色淡定，举止从容，用流利的日语敬语对哨兵说：“先生，我有要事，必须面见你们的长官。”哨兵被他的气度镇住，把他带到宪兵队长面前。宝慧先用日语敬语和队长打招呼，然后他语气沉稳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队长先生，我身负特殊使命，请放我和我的脚夫通行。”队长一愣，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身份？”宝慧说：“我有证据也不能随身带，我想队长先生能理解。上海陆军医院小野洋子军医是我的密友，不幸的是，她的新婚丈夫小野武雄大佐几年前在上海大厂为天皇尽忠了。”宝慧说。这日军军官听见小野武雄，露出伤感表情，说：“我哥哥是小野武雄大佐夫人杨子的朋友，我知道杨子的事，她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宝慧心里说：“多少中国女人的丈夫被你们杀死了，多少中国女人被你们糟蹋了。你们觉得失去丈夫的日本女人可怜，不觉得中国女人更可怜吗？”他隐忍着，平静地说：“队长先生可能有所不知，杨子是信耶稣的女人，主耶稣能给她力量活下去。”日军宪兵队长听宝慧用流利日语说措辞得体的话，仔细打量这位身着农妇装的年轻中国女人，从她谈吐举止眼神判断，她应该受过不一般的教育，还是小野洋子的朋友。看来这女人的背景非同寻常。他思忖片刻，说：“我是山口修身少佐，很欣赏你这样有勇气有智慧的女子，我可以派人送你们一程。”“多谢山口少佐，不必了。我认识东京的药学博士山口善武大佐，山口少佐认识他吗？”严宝慧拒绝宪兵队长派人送他，急中生智提到山口善武，他只随口一说，以为姓山口的日本人有很多，眼前的山口少佐不一定认识山口善武。不料宪兵队长惊喜地说：“女士认识我哥哥。”“山口善武大佐是您的哥哥？”他问。“正是。”军官回答，心想看来这名女子非同一般，她认识好几位日本军方人士，还有我哥哥。放她走吧。宝慧与阿福侥幸逃过日军关卡，阿福带他从九龙经水路、陆路绕过日军据点，走了2个多月才到肇庆。宝慧没有行走过这样曲折艰难的远路，身体虚弱，终于撑不住病倒了，只好
先休息几天，等他身体康复，才开始广西之旅。1个月后到达桂林。阿福通过桂林军统机构设法为他买到一张去重庆的平价机票。为了等机票，他在桂林又多住了1个月的旅馆，几乎用尽随身带的法币。阿福为他办妥机票的事，就从桂林返回沦陷的香港，履行他在那里的使命。临别前，从九龙到桂林一路沉默寡言的阿福对宝慧说：“严小姐，我敬佩你在日军宪兵面前的勇气和胆识。”阿福，我当时心里很害怕，一直在祷告，求主给我勇气智慧应对日军。宝慧说。他说话时，阿福用仰慕并羡慕的眼神看着他。阿福，这只手表给你做纪念，聊表谢意。见到陈先生，请代我转达，说我很感激他的大救。他边说边从手腕取下手表。阿福不收，说：“此行我是奉长官之命，严小姐能平安到重庆，就是给我的最好纪念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宝慧从心里感激阿福，感激派阿福护送他的陈本夫。恍惚间，他觉得陈本夫是徐永道化成的天使，不早不晚，恰在危难之际搭救他。望着阿福的背影，他默默为他祷告，也为留在香港执行任务的陈本夫祷告。宝慧把从九龙穿来的农妇冬装并鞋子，让旅馆的洗衣服洗干净叠好，送给有需要的难民。他穿上从上海去香港出差时带的洋装，登上去重庆的飞机。这是他平生第1次坐飞机。登舷梯时，他默默祷告：“主啊，感谢你搭救我，脱离仇敌，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”登上飞机的一刹那，他想起驾轰炸机冲入日军阵地的未婚夫徐永道，下意识往驾驶室看一眼。徐永道已殉国4年，他还觉得像昨天。他刚向他告别，想起永道，他心里一阵苦楚，泪水无法止住。飞机升空后，在云上飞行，他望着舷窗外，飞机上方清澈无边的蓝天，这蓝正是徐永道用法语字 azur 造的中文字，爱着你蓝，那圣洁、纯净、透明的蓝。他感觉徐永道在天上默默看着他，目送他回家。他不想回家，他无家可回，他想和他在一起，在天上，在不会被炸毁的天家，那永远的乐园。严宝慧，哪里是你地上的家？飞到重庆上空时，俯瞰山城，他问自己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。